靠！是不是哪里的茅厕炸了？天哪，是从林家那个摊子上飘出来的！林凡，你是不是疯了？买不到食材你就弄一罐子泔水来恶心人！来人啊，快报官！林老汉，秋收已过，你们林家今年的5两田税，今天要是再交不上，这宅子可就要由县衙收走了。官爷，您看看外头，这天杀的红甲虫泛滥成灾，把水稻的根全夹断了呀！地里颗粒无收，小老儿拿什么交税呀？求求官爷宽限几日吧！我哥哥前天为了下地抓虫子，掉进水沟里磕破了头，到现在还没醒呢。虫灾是天灾，但这税今天必须有个说法。若是没有银子，拿地契来抵吧，这也算给你们留条活路。地契绝不可能给你们！凡儿，你是不是烧糊涂了？快回去躺着，这里有爹顶着。不就是5两银子的田税吗？给我3天时间，我还你们50两。就凭你盆里这些腥臭扑鼻的烂泥凡虫，你拿它换50两，简直是荒唐！那是世人不识这天下第1等的美味。3天后，5两银子我1分不少的奉上。若是少了1个铜板，林家地契双手奉上。好，看在你们遭了灾的份上，就给你3天。3天后若是交不出银子，休怪本差无情。凡儿啊，你糊涂啊！3天50两，咱们怎么也凑不够啊！爹，小妹，你们信我？什么红甲虫？前世作为夜市大排档的顶级大厨，我可太清楚手里这玩意儿的含金量。这可是称霸现代夜市的宵夜之王小龙虾。小妹，去后山给我挖2斤野蒜，再找些去腥的猪鱼和生姜来。爹，把家里剩下的那半罐粗盐和1块猪油拿出来。你要这些做甚？做菜，让这平川现在的人看看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看好了，古人之所以觉得小龙虾腥臭，是因为他们不会处理，直接带泥下锅水煮。哥，这虫子真的能吃吗？马上你们就知道了。爹，尝尝儿子给您做的天下第一鲜。这真的是地里那些害虫。哥，我也要吃，我也要吃。哥，这是仙人吃的食物吗？爹，小妹，吃饱了咱们就干活。今晚咱们去城东码头的夜市摆摊，属于我们林家的泼天富贵，从今晚正式开始。什么味道？这也太香了吧！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走，去看看。小兄弟，你这卖的是什么山珍海味？怎么闻着比聚仙楼的烧鹅还香？给我来1碗。这是水田里的红甲虫！你疯了吧？真是那满地乱爬的毒虫啊！这玩意儿一身的泥腥味，壳硬肉少，吃了还要闹肚子，这能卖钱？散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原来是想钱想疯了，拿害虫来糊弄人。凡儿，我就说这行不通的，大家都不傻，谁会吃这害虫啊？诸位街坊，各位客官且慢走。我知道大家在顾虑什么，你们觉得这红甲虫腥臭有毒，那是因为以前根本没人懂它的做法。我林氏秘法去鳃抽线净杀，这虾肉不仅没有半点腥味，反而鲜甜弹牙，口说无凭。今日我林某人第1天出摊，不为赚钱，只为交个朋友。第1口免费请你试吃，若是吃出1口泥腥味或者觉得不好吃，我当场赔你10文钱。小掌柜，大不口气啊！好，今天就信你一次，吃个虫子还能死人不成？这真的是田里那种红甲虫？味道如何？大哥直说无妨。好吃，太好吃了！什么聚仙楼的烧鹅，跟这一比简直寡淡无味。小掌柜，给我来1盘，不，来2盘，给我来1盘，给我也来1盘试试。林氏秘制蒜蓉虾，10文钱1小份，20文钱1大份。给我来1份大的。不到1个时辰，2大桶足足50斤的小龙虾，连1滴汤汁都没剩下，被疯狂的食客们抢购一空。老板，明天务必多带点来。1600文，扣掉借来的猪油和盐巴钱，咱们这一晚上就赚了寻常农户大半个月的收成。哥，你太厉害了，我们不用被赶出去了。爹，小妹，这才刚刚开始，田里的虫灾现在可是咱们林家取之不尽的聚宝口。明天我们继续下地，不仅要还清5两银子的税钱，我还要在县城里盘下最大的铺子。掌柜的，千真万确，那城东码头今天出了个奇人，把没人要的红甲虫做成了极品美味，一晚上赚得盆满钵满，连咱们酒楼好几个熟客都跑去凑热闹了。去，明天派人给我盯紧了那个摊子，弄清楚它的配方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李头，你们这是？今天一早，城里聚仙楼的金掌柜派人拉着几大坡铜钱来了，只要是活的红甲虫，他全收，3文钱1斤。乡亲们穷怕了，这白捡的铜钱，大家都忍不住啊。现在这方圆10里的虫子都被聚仙楼包圆了，凡儿，完了！聚仙楼的金掌柜把全村的虫子都高价收走了。不仅如此，我刚才路过集市，香料都被他们买空了，这是要绝咱们的活路啊！他们怎么能这样欺负人？那咱们今晚卖什么呀？爹，您别急，这是好事儿。这怎么能是好事？金掌柜以为垄断了食材和香料就能赢我，他太天真了。红甲虫若是没有经过我那种去黑鳃、抽虾线的净杀处理，
那吃出来的绝对是一嘴土腥味。他买的越多，死的越快。可是今晚要是断了生意，拿什么交税？谁说我们今晚没东西卖？我昨天路过城南王老头的豆腐房，花了2文钱，买了他几10斤没卖上，有些发酸的豆腐，又顺手讨了一桶老驴水。豆腐能值几个钱？而且还是发酸的。爹，这世上的美味往往藏在极致的反差之中。今晚咱们不卖大蒜红甲虫，咱们卖10里飘香。哎呦，这不是林小掌柜吗？怎么今天没抓到那红甲虫？年轻人做生意水深得很，可不是光靠运气就能立足的。你那配方现在可是我聚仙楼的了。金掌柜财大气粗，林某佩服。只是不知道您这锅里东西吃下去会不会砸了您聚仙楼的金字招牌？大言不惭，全城的红甲虫和香料都在我手里，我看你今晚拿什么做生意？咱们走着瞧。小妹，捂上鼻子。什么味道？是不是哪里的茅厕炸了？天哪，是从林家那个摊子上飘出来的！林凡，你是不是疯了？买不到食材，你就弄一罐子泔水来恶心人！来人啊，快报官，把他这污秽的摊子给砸了！这味道怎么变了？好香啊！可是闻着怎么又有点臭？大钱独家秘制油炸臭豆腐，闻着臭，臭吃着香，外酥里嫩，神仙难挡，10文钱一份。不好吃分文不取，装神弄鬼，这种腐坏之物，谁吃谁就是傻子。有意思，老夫走南闯北几10年，吃遍大江南北，还真没见过这种闻着如朽木，炸透却如兰香的奇物。小掌柜，给我来一份。客官，小心烫嘴。妙不可言。这豆腐外皮焦脆如金，内里却软嫩如玉，独特的发酵之气在热油中涅槃重生，配合着霸道的料汁，简直是人间绝味。老夫在京城最大的酒楼也从未吃过这等奇妙的小吃，真有这么神？给我也来一份。好吃！林小掌柜，你真是个神仙！这黑豆腐比昨天的红甲虫还要过瘾。给我来一份，我要2份。嘿，什么破玩意儿，一股泥巴味儿！大家快看，这虫子里全是沙子和黑线，这根本没洗干净啊！退钱！聚仙楼拿这种脏东西糊弄人，退钱！凡儿，52两，咱们一晚上赚了52两银子啊！咱们家的宅子保住了，不用被赶出去了。爹，明天一早，咱们去县衙交税，顺便我要去牙行盘下城里最大的铺面，从明天起，属于我们林家的大钱天下第一仙该正式挂牌了。啊，爹，这只是个开始，走，咱们去牙行。哟，好大的口气！天下第一仙，拿些水沟里的烂虫子和发了馊的烂豆腐，也敢自称天下第一？诸位街坊千万别被他骗了，那红甲虫生在淤泥之中，本就是污秽之物。还有他卖的那个黑豆腐，闻着跟茅房一样。咱们大前朝的名门正派，谁会吃这种低贱的东西？吃坏了肚子，他可赔不起。金掌柜自己手艺不精，做不出美味，就怪食材低贱。今日我林某人开业，就让你这井底之蛙开开眼界，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厨艺大道。上菜。这股香味怎么可能这么霸道？诸位，今日我大钱天下第一仙开业，特推出绝世全虾宴。第一道，经典蒜蓉红甲虫，老少皆宜，鲜甜弹牙。第二道，冰镇花雕红甲虫。第三道，烈火麻辣红甲虫。第四道，也是本店的镇店之宝，臭豆腐肥肠炖红甲虫。这明明是淤泥里的虫子，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品相？一定是障眼法。是不是障眼法？尝尝就知道了。小掌柜，老夫今日可是特意留着肚子来的。你这全虾宴，老夫第一个尝。贵客里面请。极品，虾线全无，腮白如雪。这份干净和用心，老夫平生仅见。痛快，太痛快了！林掌柜，你这手艺便是在京城的御膳房也占得一席之地。今日老吃的高兴，这10桌宴席，老夫全包了，请街坊们同乐。快，给我留个位置，我要尝尝那个麻辣的，我要蒜蓉的。掌柜的，咱们后院还堆着几千斤没处理的红甲虫，都快发臭了，这可怎么办啊？聚仙楼彻底完了。凡儿，账面上虽然赚得多，但咱们的存货快见底了。这大半个月，咱们天天几百斤的收。平山县附近的红甲虫几乎快被抓绝种了。今天乡亲们送来的只有不到50斤，连应付中午的客人都勉强。是啊，
呀，哥哥，今天好几个客人都没吃上，差点在楼下吵起来呢。爹，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靠天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野生的抓完了，咱们就自己养。自己养？这虫子本来就是祸害庄稼的，咱们去哪里找地方养它？要是跑到别人的田里，那可是要吃官司的。城西10里有一片丑鬼汪，爹可知道？丑鬼汪，那可是片常年积水的烂泥沼，种什么死什么。什么？连最耐涝的贝草都不长，10几年都没人愿意去开垦。你问这个作甚？因为那正是红甲虫最完美的天然温床。爹，咱们账面上现在有多少现银？大概有2000两。拿出1000两，去县衙把丑鬼挖那300亩烂泥地全部买下来，在这沼泽外围给我挖一圈深沟，深2尺，宽3尺，挖出来的泥土在周围筑起高高的田岗，用木板夯实，绝不能让一只红甲虫跑出去。中间的浅水区给我种上抗涝的深水稻苗，再去各村高价收购那些肚子里带籽的母红甲虫，全部倒进深沟里。大人，查清楚了，那林家不仅在城里开了家日进斗金的酒楼，最近还把城西的丑鬼央买了下来，雇了几百人在里面大兴土木。一个泥腿子，运气好弄出点新鲜吃食罢了。他买那烂泥地干什么？难不成还能种出金子来？大人，绝就绝在这里。属下派人暗中观察，那林凡根本不是在种地，他是在那300亩水田里大量蓄养那种夹断稻根的红甲虫。什么？蓄养害虫？这可是天赐良机呀！大人，那林家如今可是富得流油啊，尤其是那红甲虫的配方，简直就是个聚宝科。哼，本官身为一县之父母，岂能容忍此等狂徒破坏大钱农桑？传本官命令，点其衙役，随本官去丑鬼烟查封贼赃。按照这个繁殖速度，不出半个月，酒楼的供应就能彻底恢复，而且成本更低，肉质更肥美。全都给我停下！县令大人到。大胆林凡，大钱律例，凡毁坏农桑、蓄意传播虫害者，轻则充军，重则杀头。你竟敢圈地300亩，蓄养这等毒虫，该当何罪？草民见过县令大人，草民冤枉。草民这300亩地，明明种的是水稻，何来毁坏农桑一说？强词夺理！这沟里密密麻麻的毒虫，难道是假的？本官亲眼所见，你还敢抵赖？来人！将这300亩毒田，连同林凡在城里的酒楼一并查封，将这破坏农桑的狂徒给本官押入大牢，听候发落。大人，不可啊！既然县令大人说草民有罪，那草民认罚便是。这地契，大人尽可拿去。只是这300亩虾田娇贵的很，大人既然接手了，可一定要好好照看，千万别过几天八抬大轿求着我出来接手。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本官没收了你的田产，那是替天行道。带走。正好这2天酒楼生意太忙，草民去县衙大牢里躲几天清静，度个假。爹，小妹，别哭，回家把昨天我教你们的那锅13香卤汁熬好，不出3天，县令大人会亲自把我送回来的。对了，爹，晚上记得给我送2盆麻辣红甲虫到大牢里来，这牢里的饭菜我吃不惯。哼，进了我平江县的大牢，是龙你也得盘着。这聚宝盆以后就是我钱某人的了。林少爷，这是我刚给您泡的高沫茶，虽然比不上明前龙井，但也算解腻。赵大哥客气了，来，兄弟们当差辛苦，大家一起尝尝。哟，多谢林掌柜，多谢林掌柜。林凡是谁？现在平阳县最炙手可热的财神爷，更何况人家是被县令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来，这年头谁会跟钱和这等绝世美味过不去？林少爷，您这手艺真是绝了！我老赵活了40多年，就没吃过这么够味的东西。不过少爷，您就一点都不担心吗？钱县令那可是出了名的雁过拔毛，他看上了您的虾田，您这趟进来，恐怕……赵大哥，有些东西不是谁都有命拿的。那虾田里的门道，他钱县令若是不懂装懂，那就是在给自己挖坟。下官平江县令钱万里率全县同僚恭迎钦差大人。钱司令免礼，本官此次南下，是因为江南多地汇报，称水田中出现大量红甲虫，夹断稻根，导致秋收无望。平城县乃青州府的产粮大县，灾情如何？回大人的话，微臣正要向大人报喜。平城县不有因为红甲虫减产，微臣还想出了一条变废为宝的绝妙计策，将一片荒废了10几年的烂泥沼改造成了良田。变废为宝，荒地变良田，此话当真？微臣怎敢欺瞒钦差大人？
微臣在那片名为丑鬼洼的荒地中，不但种下了水稻，还将那些海虫统一蓄养，可谓一举两得啊！走，立刻带本官去那丑鬼洼视察。若真如你所说，本官必当连夜上奏皇上，记你首功。那林凡还真是给我送了一场破天富贵呀！好一个深水蓄虫，浅水种稻。前县令，你这人地制宜之法，深得农桑之精髓啊！大人谬赞了，这都是微臣日夜思索、体察民情才想出的笨法子。前县令，本官有个疑问。大人请讲。红甲虫生性喜暗，嗜咬草根。寻常水田里，只要有此物，水稻根部必被咬断。为何你这田里的水稻不仅没有被咬断，反而根茎比寻常良田里的还要粗壮1倍？这红甲虫为何不吃这水稻？这大概是因为微臣在田边设立了稻草人，吓住了他们。稻草人能吓住水底的虫子，简直荒谬！好一个稻草人！那本官再问你，外围深沟与内圈稻田的高度差，精确到了3寸，不多1分，不少1毫，这是何道理？这水底的泥土为何呈现出这等肥沃的深黑色？这是因为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你连这水田最基础的水利和土壤都一问3不知，竟敢厚颜无耻的说是你想出的计策，依军往上，冒领奇功1000万里，你好大的胆子！大人饶命！大人息怒啊！微臣知罪。这田不是微臣开垦的，这计策也不是微臣想出来的。说，到底是哪位国士想出了这等足以改写大前农桑历史的惊世之法？带本官去见他。他叫林凡，现在正被微臣关在县衙的大牢里。什么？此等利国利民的绝世奇才，你不但不以礼相待，反而为了贪墨良田，将他关入死牢！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大钱的蛀虫，备马，立刻回城！若是那位国士在大牢里少了一根汗毛，本官今天就先扒了你这身狗皮！快，前面带路！若是林先生有半点差池，本官拿你试问！一位绝世奇谋的国士，此刻必定是被严刑拷问，锁在阴暗的角落里。大钱的栋梁之才呀！这是大牢。林凡，钦差大人在此，你身为阶下奴，还不赶紧跪下回话？住口！你这昏官，还有脸在此大呼小叫？你就是林凡？草民林凡，见过钦差大人。本官刚从城西的丑鬼湾回来，本官看过那片水田，心中有诸多不解。你且告诉本官，那红甲虫生性爱咬草根，你是如何做到让他们和水稻和平共处？不仅没毁坏根须，反而让水稻长势更旺的。回大人的话，万物皆有其性。红甲虫虽然喜食水草，但它们更怕热。大人请回想，丑鬼洼的农田，草民是如何布置的？外围深沟，中间浅田。正是，这便是稻虾共作的核心。水位控制，白天日照强，水温升高，红甲虫为了避暑，会本能地离开浅水稻田，退回水沟中。而水沟里，草民提前放了大量的浮萍和杂草，它们在深沟中吃饱喝足，自然不会去啃咬水稻的根茎。原来如此，利用其趋利避害的本性，通过水位高低将其与水稻隔离开来，妙，太妙了！这只是其一，大人可知那水田里的泥土为何如此肥沃？本官正要问此，那分明是上等高于之地的土色。但丑鬼湾分明是片烂泥沼啊！红甲虫在水沟中吞食杂草，甚至水中的害虫，它们排出的粪便沉淀在水底，便是这世上最天然、最肥沃的养料。水稻为它们遮阴，它们为水稻除草、施肥，两者相辅相成，生生不息，这才是真正的变废为宝。这哪里是什么泥腿子，这是天授的神农！国士，大钱之国士啊！大人折煞草民了，1000万里！你现在听明白了吗？你口口声声说他破坏农桑，实则是他开创了足以救万民于水火的良法。你为了贪念蒙蔽圣听，迫害功臣，简直罪不容诛。来人，试夺1000万里的顶戴花翎，
脱去官服，即刻押入州府大牢，交由刑部严查其历年贪腐之罪，按大钱律例，从重论处。是。压在平江县百姓头顶的这片乌云灰飞烟灭。林先生受委屈了，快请出牢。多谢大人主持公道，大人日夜兼程，又去水田劳顿，想必还未用膳。这红甲虫不仅能肥甜，更是1等1的美味。大人若不嫌弃，不如尝尝草民这手艺。好，本官就尝尝先生的手艺。好辣，好香，好辣，好香！这红甲虫竟有如此绝妙的滋味，老夫在京城吃过的山珍海味，在这等霸道的美食面前，简直犹如嚼蜡。大人，草民不仅要让道虾共作之法推向东南，更要让这大钱天下第一鲜的招牌开遍大钱13州，让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曾经的害虫，如今变成让他们致富的黄金。先生有此等凶心，何愁大事不成？本官回京后，必将这道虾共作之法，连同先生的清白一并上奏皇上，庆祝贪官落帽，更庆祝林凡平安归来。丑鬼蛙的虾田更是被钦差大人亲自盖上了户部的大印。是啊，这位大臣第一块官督民办的试验田。林凡被赐予了不用跪拜县官的义民，好啊，好。哥，酒楼这几天的生意可好了，我给你说说吧。你说吧。麻辣小龙虾和臭豆腐只是打开平江县市场敲门砖。临安城的达官贵人们准备好迎接真正的高端降维打击了吗？接下来该给古代的富商们上一点品牌溢价和奶茶文化的震撼。江南首府临安城，这里是大前朝最繁华的烟柳繁华地，商贾云集，文人商客无数。临安城的饮食界崇尚的是清淡雅致，然而临安城的食客们却极其挑剔。小龙虾虽然在平江县火爆，但在临安这些自诩高雅的达官贵人眼里，终究沾着点乡野村夫的泥土气。开业头3天虽然生意不错，但光顾的都是些走南闯北的商客，那些真正挥金如土的临安本地权贵却鲜少踏足。掌柜的，咱们这红甲虫，临安的老爷们似乎嫌弃剥壳太失斯文啊。清淡雅致吃多了，舌头是会淡出鸟来的。他们缺的不是斯文，而是一次能够击穿他们灵魂的重口味刺激。那咱们出新菜，不仅要出新菜，还要搭配新酒。我利用这大半个月的时间，用发芽的麦，加上大山里寻来的一种带有奇特苦香的蛇火草，经过发酵酿制而成的原始精酿啤酒，这绝对是古代绝无仅有的消暑解辣神器。我将目光投向了临安城外河道里随处可见的青稞田螺，用山泉水密封发酵的特制酸笋，酸笋表面泛着微黄的色泽，散发着奇特的气息。螺蛳粉火锅即将降临大前，天下第一奇锅，闻之退避三舍，食之神仙打滚，配以琼浆冰麦酒，不爽不要钱。听说这是平江府来的主厨，能做出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倒要看看，一个从平江小镇来的乡巴佬，能做出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泔水味儿？林掌柜，我等乃是临安有头有脸的人物，你竟敢拿这等腐坏发馊之物来羞辱我等！你这店今天别想开去了！严老板，诸位泰斗，且慢动怒，这叫螺丝酸笋火锅。诸位都是懂行的大家，难道不知道这世间最顶级的鲜美，往往伴随着发酵的意味？若是不敢尝这一口，那临安的美食界未免也太保守了些。胡言乱语！这种腐臭之物，狗都不吃，你竟然让我们尝！我看你是穷疯了，拿馊水来骗钱！来人，去请巡城御史，封了这家黑店！好大的口气！什么东西这么冲？把老子这常年征战沙场的鼻子都给镇住了！今日路过，被这股奇特味道勾起了好奇心。侯爷，千万别被这味道熏着，这小店拿腐坏的发馊竹笋煮汤，正准备坑骗百姓呢。发馊？放屁！这分明是发酵到极致的鲜！小子，给本侯拿双筷子来。
好烫，好辣，好爽！侯爷，配上这杯冰镇麦酒，方是绝配。痛快！老子这辈子没吃过这么痛快的一顿饭。这酒叫什么名字？冰凉刺骨，却又如同琼浆玉液，配上这奇香无比的火锅，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的人间极品啊！侯爷，这东西真的能吃？严胖子，你少废话，不吃就给老子滚一边去，别妨碍老子用膳。这酸笋的发酵之法，这麦酒的冰镇之术，林掌柜，是我严某人坐井观天，见识浅薄了。这天下第一奇锅，实至名归，严某心服口服。给我也来一锅！给我也来一锅！哎，我要那个能冒白沫的冰镇酒！哎，对，刚才是我先来的。这等极其难熬的鬼天气里，临安城的达官贵人们最缺的，便是一口能解暑的冰凉。在这个时代，冰是极其昂贵的奢侈品，那是大商贾们在寒冬腊月派人从冰河里采掘，因为稀缺，夏天的冰价堪比黄金。而整个临安城的冰窖有8头掌握在江南冰雪行的万大掌柜手，但今年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冰雪行的后院，万大掌柜看着账本上锐减的进账，掌柜的，打听清楚了。城中那些老爷们都不买咱们的冰了，他们全跑去朱雀大街那个天下第一仙了。又是那个姓林的，他一个外乡人，卖几口吃食也就罢了，他哪里来的那么多冰？敢不限量的供应那种叫啤酒冰镇黄水？小的派人去查了，那林凡根本没有冰窖，但他店里的冰块就像是用不完一样。小人怀疑他是找到了什么隐秘的古冰窖，偷偷运进城的。绝不可能！临安城方圆100里的冰窖都在我万某人的掌控之上，他就算有通天的本事，凭空变不出冰来。若是能借此机会掐断林凡的冰源，逼他交出那卖酒的配方，那整个江南的财富都将进入我万家之手。传我的话，把冰雪行所有的存冰全部封存。今日起，临安城内任何人不得向天下第一仙出售哪怕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冰。我倒要看看，在今天这最热的3伏天里，他那店里的客人们喝不上冰酒，会不会把他的招牌给砸了？我们都等着那一口能冰镇啤酒呢，快上！小掌柜，怎么回事？今天的啤酒怎么不冰了？是啊，林掌柜，大热天的，吃着辣火锅，没冰镇啤酒怎么咽得下去？快上冰啊，热死人了！今天早上就吩咐伙计去库房取制冰的原料，但伙计却空手而归，说是城里几家药铺的某种石头全被人连夜买空了。林掌柜，看来你这天下第一仙今天是仙不起来了啊！原来是冰雪行的万大掌柜，万掌柜不在家避暑，跑来我这小店。有何贵干？林凡，明人不说暗话，你不知道从哪里偷运来的冰，今天已经断货了。没有冰，你这所谓的绝世搭配，不过是一锅让人上火的泔水。我万某人向来心善，我门外那辆车里有整整500斤上好的寒冬藏冰，只要你把那卖酒的酿造配方交出来，以后咱们2家合作，我保你在这临安城有源源不断的冰块可用，如何？万掌柜，你是不是觉得垄断了地窖里的几块陈年旧冰就能拿捏我了？死到临头还嘴硬！除了我万家，这临安城你今天若是能找出半块冰来，我字字倒过来写。谁说我要找冰了？既然万大掌柜对冰这么执着，今日林某就让你开开眼界，什么是真正的仙家手段。去把咱们昨天从城外消石矿运回来的白土拿1袋来，再端2盆井水。是。白土清水，林凡，你是被热疯了吗？你难道想靠这几盆水凭空变出冰来？若是如此，
我万家祖祖辈辈挖冰窖，岂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点水成冰，这可是传说中神仙才有的法术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凉快了？成冰了！3伏天里凭空变出了冰，林掌柜是真乃神人呐！不可能，这不可能！那是毒石治冰，你想死所有人吗？万掌柜看清楚，消食在外盆，食用的水在内盆，冰是隔水冻结的，何来毒性之说？你万家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寒冬凿冰窖藏，不仅价格昂贵，且极易损耗。而我林凡只需一把消食，2盆清水，随时随地要多少冰就有多少冰。你引为傲的冰液垄断，在真正的常识面前，就是个一戳就破的笑话。带着你那车快要融化的陈年旧冰，滚出我的酒楼！诸位，今日让大家受热了，为表歉意，今日不仅冰镇啤酒无限量供应，林某再为大家推出一道全新的解暑圣品。哈哈哈哈哈！绝了，林小兄弟，你这不仅是厨神，简直是活财神啊！从今往后，在这临安城，谁敢动你天下第一仙一根汗毛，就是跟我楚狂过不去。临安城天下第一仙，凭借着小龙虾、螺蛳粉火锅和消食制冰的3板斧，彻底在江南首府站稳了脚跟。单店的利润甚至超过了临安城排名前3的大酒楼的总和。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掌柜的，出事了！咱们之前看中的那5处准备开分店的旺铺，房东全把定金退回来了，甚至连咱们现在这家店的房东也派人传话，说下个月租期一到，绝不再租借。临安餐饮商会出手了。掌柜的神机妙算，就是商会的前会长带头搞的鬼。他联合了城里所有的酒楼和大商光，放出话来，谁要是敢把铺子租给咱们，就是跟整个临安商辈作对。现在全城上下，哪怕是个偏僻的死胡同，都没人敢租给咱们了。钱会长，咱们这招釜底抽薪，真能拿捏住那个姓林的。那林凡的确是个奇才，菜品绝佳，还会制冰，但在商业之道上，他还是太嫩了。做酒楼生意最核心的是什么？是地段，是排场。他在临安毫无根基，我们不需要去破解他的秘方，也不需要去砸他的场子，那是下作手段。我们只需要用绝对的财力壁垒，锁死所有的商铺资源。没有铺面，他那美味佳肴难道要在露天大街上卖给达官贵人？下个月租期一到，他连这唯一的一家店都要关门大吉。到时候他若想留在临安，就必须乖乖把配方交出来，加入我们商会。用商铺卡我的脖子。钱会长啊，钱会长，你根本不知道，在真正的商业模式降维打击面前，实体店这个概念是多么的不堪一击。阿福，铺子不租了，你去一趟城南的贫民窟和码头，给我招募300个跑腿最快、最熟悉临安城大街小巷的闲散劳力，再去找城里最好的木匠和绣娘，按我这图纸上的样式日夜赶工。掌柜的，咱们不找铺子了，那做出来的菜往哪儿卖啊？谁说做餐饮就非得让客人自己上门来吃？既然他们不让咱们开分店，那我就让临安城的千家万户全都变成我天下第一仙的雅间。会长，不好了！李尚书府上原本定在咱们这儿的30桌寿宴，刚才派人来，全给退了。什么？李尚书可是聚宝楼最大的赌顾，怎么会突然退订？不仅是李尚书，张侍郎、王员外也就连今天中午的12桌雅间预定也全都被取消了，立刻备叫！
这是贵府点的100份至尊蒜蓉红甲虫和50份螺蛳粉火锅，底层保温时未凉。菜品口感与刚出锅时一般无二。这是您要的冰镇麦酒，放在专门的冰鉴箱里，消食制冷，请查收。林掌柜这法子真是绝了！我家老爷正愁天气太热，懒得出门去酒楼赴宴，现在好了，坐在自家花园里，吹着穿堂风，就能吃到顶级的热乎席面。这叫什么来着？回管家，这叫外卖专送，天下第一鲜，风雨无阻，使命必达。他们没有商铺，不需要雅间，他们用一个个保温箱将林凡后处理的绝世美味精准地投送到临安城每一个权贵、每一个富户的餐桌上。这是什么妖术？钱会长，这不叫妖术，这叫配送网络。你以为你掌控了酒楼的商铺，就能垄断临安的餐饮？你错了，你错了。餐饮的本质是服务和口味。你把客人困在你的酒楼里，而我把整个临安城变成了我的酒楼。我引以为傲的商铺壁垒，在外卖这种跨越时代的轻资产运营模式面前，笨重的就像个笑话。你联合商会抵制我，逼得我不用去交高昂的租金，反而让我把省下来的钱组建了这支全城最快的配送队。现在我的送餐范围覆盖了临安城内城外，我不受座位的限制，不受翻台率的限制。你猜猜，我一天的流水是你的多少倍？我算计了一辈子地段和铺面，却从未想过饭菜可以自己跑到客人家里去。我不仅没能封杀林凡，反而亲手逼出了一个这样厉害的恐怖怪。不用同情他，商场如战场，用低劣的手段封杀别人，最终被人反杀。天下第一鲜，外卖专送。林凡，我输了。临安城的餐饮界以后是你说了算，你说了算。钱会长，别急着认输。既然你们的酒楼现在都没人去了，空着也是空着，不如咱们来谈谈加盟和中央厨房的生意。林掌柜，您到底想怎样？华夏道，我钱某人技不如人，认栽了。诸位掌柜，我林某人做生意向来不喜欢吃独食。临安城这么大，大前13州更是广阔无穷。凭我天下第一鲜，一家是做不完这天下生意。我今日请大家来，是想邀请诸位加入我的中央厨房与加盟连锁体系。简单来说，诸位的酒楼不需要再费尽心思去研发新菜，所有的核心秘方、香料包，包括每天最新鲜的红甲虫、处理好的酸笋，甚至是用消食制出的冰块，全部由我天下第一鲜的中央工坊统一供货。诸位要做的就是出你们酒楼的招铺，挂上让天下第一鲜临安分店的牌子。我提供半成品和标准化的烹饪流程，你们的厨子只需照着步骤加热、调味、装盘，利润我们3-7分成，我3，你们7。不仅如此，我的外卖配送车队也将入驻诸位的酒楼。以后整个临安城，东城点单，东城分店出餐；西城点单，西城分店出餐，这叫网盒化覆盖。诸位不用起早贪黑去抢食材，不用担心同行抢生意，大家一起把盘子做大，躺着把钱赚了。不好吗？我们辛辛苦苦几10年，防同行跟防贼一样，每天都在为进货、算账、抢客源焦头烂额。而林凡的模式，直接把我们从竞争对手变成了利益共同体。高，实在是高啊！如果不加入，面对满城挂着天下第一鲜招牌的同行，还能怎么存活？林掌柜胸襟如海，我钱某人第一个签。我也签，算我一个！真是世风日下，有辱斯文。堂堂江南首府，竟然被这等粗鄙的异味弄得乌烟瘴气。这位大人，可是对我店里的菜品有什么不满？本官乃是京城御膳房的掌勺御厨刘瑾，此次奉旨南下采办贡品，顺道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歪门邪道，把江南的食客都给蛊惑了。大钱饮食讲究的是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追求的是食材本味和优雅高洁。你这红甲虫生于泥沼，酸笋发酵腐臭，全靠粗盐重辣等刺激之物掩盖腥味儿。这等下九流的食也敢妄称天下第一，简直是玷污了厨道正统。被御厨定性为下九流，这要是传出去，以后谁还敢光明正大的来吃？哦，那依刘大人之见，什么才叫雅致？不用重油重辣，不见腥魂，却能让人回味无穷，入口如沐春风，这才是雅。林凡，本官今日就代表御膳房给你立个规矩，你若是做不出真正雅致的美食，证明你只是个靠重口味、哗众取宠的市井之徒，那本官便有权以败坏江南风气为由，封了你这块牌匾。不用重油重辣，还要入口如沐春风是吧？哼，好。那今日林某就给刘大人以及临安城的所有女眷们上一道真正的极雅之物。既然你嫌弃我的菜受众都是糙汉子，那就为一直被忽视的却掌握着绝对话语权的群体贵族女眷来一次震撼。抬手回家，又有风来，满意的送。你入睡，你痴情，放下，采竹回家。阿福，拿最好的琉璃杯来。刘大人，请品鉴，此物名为黑糖珍珠牛乳茶。这是什么奇物？此物名为珍珠，寓意大珠小珠落玉盘，不用一滴油，不见一丝荤腥。敢问刘大人，这杯奶茶够不够雅？妙，太妙了！茶香解了乳腥，黑糖提了鲜味，这珍珠的口感更是老夫平生未见。林掌柜，是本官坐井观天了。此等雅物，即便是宫里的娘娘们，也绝对会为之疯狂。刘大人，真正的美食既能下里巴人，也能阳春雪花。这天下第一鲜的招牌，林某还能挂着吗？林掌柜乃是真正的厨道大宗师，这牌匾若是不挂，简直是天理难容。本官回京后，必将这珍珠奶茶上报太后，列为御膳。阿福，去宣布，从今日起，天下第一鲜推出限量至尊黑卡，持此卡者，购买珍珠奶茶不用排队，全场外卖优先配送。这卡1000两银子一张，仅限100张，先到先得。临安城彻底疯了，100张售价高达1000两银子的至尊黑卡，在发售的当天上午就被全城的达官贵人抢购一空，没抢到的富豪们甚至在黑市上开出了2000两的高价，只求一张能彰显身份的黑色卡片。但这仅仅是我林凡现代营销手段的一盘开胃小菜。9月初，秋老虎依旧肆虐，天下第一鲜门口突然立起了一块盖着红布的巨大告示牌。天下第一鲜全新推出果茶盲盒系列，凡购买特制果茶一杯，即送精美盲盒一个。盲盒内藏有名家烧制的12花神此偶之一及其12位花神，即可兑换价值1000两的至尊黑卡一张，更有极其稀有的隐藏款等你来抽。这种将消费与收集癖，对于毫无抵抗力的古代贵妇和千金小姐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降维级的精神核爆，人群如波浪般沸腾。短短几天时间，临安城的画风全变了，大街小巷，不管是高官夫人还是富商小金，见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话不再是吃了吗，而是你今天抽到牡丹花神了吗？为了凑齐12花神，那些平时足不出户的贵女们成群结队的让丫鬟去买果茶，花花绿绿的华丽丝绸长裙塞满了明亮的街道。林凡赚得盆满钵满，临安城的其他高奢行业
却遭了殃。怎么回事？李夫人，王家大小姐，这几天怎么连个影子都没看到？咱们新进的那批西域宝石怎么一件都没卖出去？掌柜的，别提了，城里的夫人们现在连珠宝都不看了，全把零花钱砸在林凡那个盲盒上了。听说楚李夫人为了抽一个梅花花神，硬生生买了500杯果茶，钱全进了林凡的口袋呀！岂有此理！他林凡垄断餐饮也就罢了，现在竟然靠几个破泥娃娃把珠宝行的生意都给抢了，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几文钱的破泥娃娃配上一杯甜水，就敢让这群夫人小姐们花成百上千两银子去买，这是赤裸裸的欺诈，是聚众涉赌。走，去请府尹大人和城中的几位大儒，今日我非要当众戳穿他这盲盒的骗局，让他身败名裂。都让开！就这大儒，林凡，你可知罪？用极其廉价的破泥娃娃装在盒子里，诱导城中女眷疯狂购买，这叫什么盲盒？这分明是坑蒙拐骗的妖术，是引诱良家妇女染上毒瘾的毒药。世风日下呀！用泥巴做的玩物，竟然骗得满城权贵倾家荡产，这等奸商必须严惩，封其店铺。赵掌柜，你口口声声说我骗钱，请问我的果茶售价几何？50文一杯。临安城上好的茶叶，配上新鲜的水果和消食制出的冰沙，卖50文，贵吗？50文在临安城，也就是一碗好面的价格。对于这等用料扎实的冰镇果茶来说，绝对称得上物美价廉。那盲盒呢？我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买茶赠盲盒，那是林某人答谢顾客的赠品。你买茶，我送礼，一不强买，二不强卖，何来欺诈之说？巧言令色！慢着，赵掌柜，你这人不仅心眼小，运气也是差到了极点。你刚才砸了15个盲盒，很不巧，这第15个就是你梦寐以求的隐藏款。这根本不是什么廉价的瓷偶，这分明是价值连城的极品琉璃。在古代，琉璃特别是高纯度的透明玻璃，因为工艺限制，比黄金还要珍贵100倍。利用高温提纯石英砂做个玻璃工艺品，成本不过几文钱，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古代人眼中就是无价之宝。琉璃竟然是毫无杂质的极品琉璃，这一尊琉璃花神在黑市上至少能卖出5000两白银的天价！天哪，隐藏款竟然是极品琉璃！50文的果茶竟然能抽出价值几千两的绝世珍宝，这哪里是骗钱，这分明是散财童子下凡啊！赵掌柜，既然这是你砸出来的，按规矩，价值5000两的琉璃花神归你了。诸位先生，我林凡在此设盲盒，不仅是为了做生意，更是为了行善举。盲盒一举，凡本店售出1杯盲盒果茶，即从利润中抽出1文钱，账目每月公开，请全城百姓监督。以商养善，奸计皆天下。林掌柜，是我等腐儒误会您了，您不是奸商，您乃是大钱真正的儒商啊！你太狠了！随着盲盒果茶的空前成功，天下第一仙在江南的名头算是彻底如日中天了。然而，商业的法则亘古不变，当利润达到300%时，总有人会愿意铤而走险，尤其是那些自视背后有天大靠山的权贵。掌柜的，这群人简直是不要脸到了极点！他们不仅照抄咱们的菜，还派人在街口拉客。最可气的是，那家店的幕后东家是京城来的皇商金大老板，听说他在朝中有权臣撑腰，连临安府尹都不敢管他。价格便宜1半。阿福，你可知红甲虫要洗净去腥，酸笋是要深埋发酵，这些人工和时间成本加起来有多高？当然高啊！咱们后厨光是洗虾的帮工就有几10号人呢。所以金老板为了压缩成本赚快钱，他用的必然是没有吐沙的死虾和劣质发馊的烂笋。做餐饮不敬畏食材，就是在给自己熬毒药，不出3天必出大乱子。哎呦，痛死我了！林凡，你这卖的是什么毒虫？大家快来看啊！这家黑心酒楼卖毒虫害人，我兄弟吃了他们家的红甲虫，今天早上上吐下泻，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大夫说差点连命都没了。报官封了这家黑店，让林凡杀人偿命。小票？什么小票？这林掌柜莫不是吓傻了？在说什么胡话？我天下第一仙自开业第1天起，
就立下了一个规矩：凡在我店中消费，无论是堂食还是外卖，结账时柜台都会开具一张印有流水编号、菜品明细和点单时间的购物凭证，这就是小票。你说你兄弟是吃了我家的菜中得毒，请问小票何在？编号多少？是哪个伙计给你们上的菜？我不小心弄丢了，吃饭谁还留着那张破纸？弄丢了，没关系，去，把咱们的外卖食盒拿一个过来。大家请看，这是我店独有的封条。你既然说是在我小家买的，那食盒总还在吧？拿出来，当面对质。这就是在你家买的，封条都在这儿，你还想抵赖？哦，仿得挺像。诸位，这世上有些东西能抄，有些东西是抄不走。这是你的封条，这是我店里的。这是怎么回事？字竟然凭空显现出来了，这叫隐形防毁水印。我店里的封条都是用特制的葱白汁液盖过印章的，葱汁干涸后无色无味，但遇高温炙烤便会发生教化反应，显现出自己。你们拿一个连防毁水印都没有的假货，就想来讹账我？真相大白，是有人用死虾烂鱼冒充我店菜品，吃坏了人，却想栽赃嫁祸。阿福，拿着咱们的防伪封条去对面的天下大针医院，看看是不是他们搞的鬼。天下大针干的！我今天早上看到他们后厨往外扔死虾，黑心皇商，报官抓他！诸位受惊了，今日林某免费请大家品尝一种我刚刚研发出的全新吃食，只需1碗滚水便可饱餐一顿。林小兄弟，你又捣鼓出什么神仙美味了？快端上来让本侯尝尝！老子在南疆打仗时啃了10几年的冷面饼和硬肉干，胃都快磨平了。你若真能不用生火就做出美味，本侯重重有赏。侯爷，只需等待1炷香的时间。好烫，好香，好劲道，痛快！这红烧牛肉面简直是人间极品。林兄弟，你刚才说这面便只需开水一泡就能吃，不需要厨子煮？正是，这叫红烧牛肉方便面。面条经过高温油炸脱水，在这纸碗中，哪怕存放半年也不会腐坏变质。外出携带极其轻便，只需有口热水，随时随地都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浓汤热面。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士兵们行军打仗，吃的是难以下咽的冷硬干粮，不仅难吃，还会引发各种肠胃疾病，非战斗减员极其严重。如果全军都能配发种只需开水一泡，不仅能保存半年，还如此鲜美解乏的方便面，那大前朝的军队国之重器，这是兵家神器呀！林兄弟，这方便面你店里有多少？本侯全包了。不，本侯要立刻800里加急上奏皇上，将这方便面列为我大前南疆大军的最高级军需品。这不仅是美味，更是能让大在冰天雪地中瞬间吃上热水，甚至能在极寒之地救命的无价九之宝。当即下旨钦定天下第一鲜为军需特供商，首批定制10万份方便面，火速送往北疆犒劳戍边将士。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进驻了京城，然而京城的水远比江南深得多。京城最大的粮商孙家祖祖辈辈把持着朝廷的军粮和面粉供应。这横空出世的方便面，无疑是直接撅了我们孙家传承100年的祖坟。老爷，打听清楚了，那方便面虽然神奇，但最核心的原料依然是面粉，而且10万份的量需要的面粉是个天文数字。好，他林凡就算有通天的厨艺，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按我的话，动用孙家所有钱庄的现银，将方圆500里内所有的面粉，甚至连好一点的麦子，全部给我买断锁仓。老爷英明，只要咱们不卖，林凡交不出，那就是欺君的大罪。到时候他那方便面的秘方，还不是只能乖乖双手奉上？哈哈哈哈哈哈！林掌柜初来城，可还习惯这风雪呀？多谢孙老板关心。风雪虽然冷，但倒也让人头脑清醒。林掌柜倒是沉得住气。不过我听说林掌柜接了10万份军需的皇命，这眼看就要交差了，怎么连一车精面都没看到？难道林掌柜打算用血水给将士们和面吗？还
不是你！城里的面粉铺子全说没货了，连城外的农户都不敢把麦子卖给我们。小姑娘，这就是规矩。林掌柜，你那方便面的方子我很感兴趣，只要你交出配方，并自愿将这笔利润让出90%，我库房里的10万斤精面立刻送到你这里，否则延误了，那可不得了。孙老板，你可知我为何要盘下这么大一个废弃的仓库？难不成你能凭空变出面粉来？开仓！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精白面粉？你从哪里买的？孙老板，你的商业眼光还停留在囤积这种最原始的手段上，真是可悲。你买断了精白面粉和好麦子，但你看不上那些带着麦麸、杂质极多的次等陈麦，因为你们传统的石磨根本磨不细那种劣质麦子，磨出来的全是难以下咽的黑面。但在我大前第一台多级钢滚水力磨面机面前，再劣质的陈麦也能通过层层碾压、多次极细的丝网筛检，彻底剥离麦麸，提纯出这世上最细腻、最雪白的精粉。这就是工业革命初期最经典的滚式磨粉法。在古代粗放的石磨面前，它不仅效率高出100倍，更能变废为宝，榨干每一粒劣质麦子的最后一丝价值。我以市价1/3的极低价格收光了京城周边所有没人要的次等陈麦。我不仅在3天内完成了10万份方便面的面饼制作，我还多磨出20万斤最顶级的精面粉。放鞭炮，迎客！诸位父老乡亲，大前朝第一家自选平价大卖场今日正式开业，场内所有商品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绝不缺斤短两。最上等的精白面粉，不要100文，也不要80文，只要30文1斤，比市价便宜1半。不仅如此，今日开业，免费办理超市会员卡，凭卡购物，消费满1两银子赠送特制酱油1瓶，满5两银子免费送1箱红烧牛肉方便面。30文1斤的精白面粉，天哪！孙家的面铺都卖到100完了。明码标价，不用跟那些黑心掌柜讨价还价了。买东西还送东西，快冲啊！晚了就没了。古代的零售业从来都是封闭柜台，掌柜的拿什么你买什么，价格全凭掌柜一张嘴。而我的大卖场实行的是开放式货架，可以自由挑选，每一件商品都明码标价。这种极具现代感的自助购物体验，配合着击穿底线的评价，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消费欲。短短1个时辰，收银台前排起了几十条长龙。他囤积了几10万两银子的高价面粉，本想大赚一笔，但现在我却以30文的极低价格大量抛晒，直接击穿了整个京城的粮价底线。他的面粉就算降价到原价，也没有人会去买了，因为所有人的购买力都在今天被我的大卖场彻底吸干了。一旦粮价暴跌，他的钱庄将会面临挤兑，整个孙家100年的基业将在几天内分崩离析。你这是断我孙家的财路啊！孙老板，做生意要诚信，不能欺上瞒下。你靠什么发的财？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在真正的规模化领散模式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临凡接旨，10万份军需方面可曾备齐？北疆风雪交加，大军急需此物抵御严寒。回大人，10万份军需早已装车完毕，皆是防潮纸筒包装，可保半年不坏。不仅如此，草民还额外捐赠5000斤极品精细白面，犒劳3军。好一个忠肝义胆的皇商！
孙大善人，皇上有旨，孙家把持粮价恶意锁仓，企图延误军情，其心可诛。即日起剥夺孙家皇上资格，查抄孙家所有粮仓，以平抑物价。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毒计，不仅没能伤到我分毫，反而成了皇帝清算他的最佳借口。不需要扇巴掌，不需要泼妇骂街，我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摧毁了京城最大的地头蛇。哥哥，咱们在京城算是彻底赢了吗？小妹，商贾之争只是小道。既然咱们连兵部都搭上了线，接下来也是时候让那些高高在上的文武百官见识见识什么叫奇迹。京城的腊月滴水成冰，大雪已经连下了3天3夜，就算是王侯将相的餐桌上也见不到一丝绿意。即便是皇宫大内，也只能靠着极其罕见的温泉水，勉强催生出几簇干瘪的韭黄。大人，圣旨已经下了，10天后便是冬至大朝会，皇上要在太和殿大宴群臣。很好，那林凡不是刚被封为皇商吗？传本官的令，借冬至御宴之名，给林凡下达皇商调拨令，命他在3日之内向光禄寺上交500斤新鲜的绿叶蔬菜，还要100根顶花带刺的青瓜。若是交不出，便是延误御宴，按大前律例，欺君之罪，满门抄斩。大人英明，这冰天雪地的，别说500斤青菜，就是1根青草他也变不出来。这完全是十死无生的绝杀局啊！调拨令下达的消息瞬间传遍了京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3伏天治兵靠的是消食的奇巧，但这腊月天种菜，那可是违背天道逆转4季的仙家法术。林凡这次算是彻底栽了。我就是要逆转乾坤，我知道属于我的时代就要到了。楚爱卿，你把这林凡夸得天花乱坠，朕今日微服私访，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何等3头6臂。光禄寺下了死命令，今日便是最后期限。朕本想出面保他一，可他这庄园里怎么静悄悄的？莫非是畏罪潜逃了？皇上，不，黄老爷，林兄弟绝不是临阵脱逃之人，咱们进去看看便知。2位，里边请。哥，我要吃菠菜，我要吃脆脆的青瓜。那是翠绿的菠菜，那是夏日才有的青瓜，这怎么可能？外面可是能把人冻死的3九严寒啊！林兄弟，你这菜是从天上摘下来的吗？原来是楚大哥和黄老爷，外面风雪大，快来坐下吃口热乎的，这都是自家种的菜，不值钱。自家种的？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违背了天理循环，万物皆有冬眠。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哪里是蔬菜，这分明是神迹啊！若是大钱在冬天也能种出粮食蔬菜，那北方的雪灾就不会有人饿死了。黄老爷若是不信，可敢随我移步后山一看？快，前面带路！啊！我的乖乖，这么多的透明琉璃，这得花多少银子啊！推开门看看吧。这是仙境吗？黄老爷，请看，这透明的琉璃不仅能挡住风雪，更关键的是，它能让太阳的光和热毫无保留地穿透进来，而光热一旦进入大棚，就会被琉璃封锁，无法丧失，这叫温室效应。再看地下，我在每一个大棚的地下都挖了贯通的火炕，只需在棚外烧少量的煤炭或者柴火，热气就会通过地下的管道将整个泥土烘暖。上有阳光琉璃所温，下有地龙提供利热，在这大棚之内，我林某人便是4季的主宰。我想让他什么时候是春天，他就得是春天。这是何等的霸气和智慧！古代人敬天地，靠天吃饭，而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用知识和奇巧，生生将天地法则踩在了脚下。国之大幸，天佑大钱啊！有了此等神法，大钱的北疆将士再也不用因缺乏绿菜而患上夜盲之症，大钱的百姓在寒冬腊月也能吃上一口新鲜吃食。林凡，3日期限已到，还不给本官滚出来受死！林凡，500斤青菜在哪儿呢？交不出来，今日本官就要拿你满门的项上人头去祭奠大钱的律法。郑大人，你要的青菜全在这门里，500斤不够，5000斤我都拿得出。死鸭子嘴硬，来人，给本官冲进去搜，若是没有，就地所拿。大人，菜全是菜，绿油油的青菜啊！什么？不，
不可能，这绝对是妖术，是障眼法，这是毒草！你竟敢用妖术幻化的毒草来糊弄玉燕！来人，把这妖棚给本官砸了！放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阻碍朝廷命官办案？给本官一并拿下！瞎了你的狗眼，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微臣不知道皇上在此，不知道朕在此。朕若是没来，你这奸佞是不是就要为了你的私利，将我大前千百年来最伟大的功臣，将这足以拯救万民的神迹，彻底毁于一旦？你公器私用，借皇家御宴之名铲除异己，更是企图破坏国之祥瑞。郑万里，你罪无可恕！楚狂，即刻褫夺郑万里一切官职，抄家问斩。臣遵旨。凡参与此谋者，一律连坐，绝不姑息。林凡，你不仅解决了军需，更让朕看到了这世间最不可思议的神迹。这琉璃大棚之法，若是推广开来，你便是大前名副其实的当代神农。朕今日便封你为大前正三东商族长，统管大前农桑与皇商事宜，谏官大3级。我从平民小贩到江南首富，再到如今大权在握的正三品朝廷重臣，我志远不在此。臣谢主隆恩。春回大地，京城的冰雪渐渐消融。天资阁没有卖大米，没有卖红甲虫，而是琉璃柜台里摆放着一个个造型精美、晶莹剔透的水晶小瓶，以及一块块五颜六色的方块物。哟，林总长，您不在家种地卖您的拉面，怎么跑来赚咱们女人的脂粉钱了？我听说您这店里卖的洗漱之物是用那最下贱的猪油和草木灰熬出来的，这等油腻肮脏之物，若是抹在诸位夫人的千金之躯上，怕是要烂脸的吧？花夫人说的极是，林总长，您虽在农桑上有大才，但这女儿家的规格之物，讲究的是风雅无尘。若是真拿猪油来糊弄我们，那可就有失您正三品大员的身份。长公主殿下，花夫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林某今日拿出来的，并非什么劣质猪油，而是足以让全天下女子都为之疯狂的神物。哪位夫人愿意亲自一试？本宫来试。这是何等宝物？里面竟然藏着活花！殿下，请用此物净手。天哪，好软的沫子，好纯的花香！这香皂不仅去污极强，还含有极其滋润的甘油成分。洗完之后，双手如沐春风。神物，这才是真正的神物！花夫人，你那百花斋的皂角粉和榆树，跟这香皂比起来，简直就是地上的泥巴。殿下，这香皂不过是净手洁面之用，接下来这件才是真正的绝世孤品。诸位夫人平时用香多是焚烧香料，不仅烟熏火燎，且香味难以持久。今日林某让诸位见识一下，什么叫液态的百花之魂，让你们更为惊叹。你们可是能为我带来更好的宣传人品。这是把整个春天的花海都装进了那个小瓶子里吗？此物名为香水，只需在手腕、耳后轻轻喷洒一点，香气可维持整整12个时辰不散。你走在街上，便是步步生香，连蝴蝶都会为你驻足。林组长，这香水多少钱？我要了，我要10瓶，别跟我抢！我出500两银子买1瓶，我要那块透明的香皂，还有那洗头发的洗发乳，我全包了！林总长，您的香水能不能卖我1瓶？不好意思，花夫人，今日限购1人1瓶。花夫人刚才不是说我这是下贱的猪油吗？既然怕烂脸，天资阁概不接待。接下来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名门闺秀、江南的绝代佳人，甚至是一些邻国的贵族公主，都不远千里奔赴京城。哥，咱们赚的钱，库房都快堆不下了。小妹，真正的财富不是堆在库房里发霉的银子。当我们掌控了全国的粮食、餐饮、军需和贵族的奢侈品命脉时，我们手里的银子就不再是银子了。准备一下，我要面圣。我要在这大前朝建立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慈善机构与养老院。皇上，林总长可谓是旷世奇才，但他如今敛财的速度实在太恐怖了，恐成国之大患呐！请皇上早做防。林凡的功劳确实大，但他如果
宣林凡觐见。微臣林凡叩见皇上。爱卿，你如今是大前首富，百业巨头。朕听说你最近在筹划更大的买卖，你已经拥有了天下人做梦都不敢想的财富。你到底还想要什么？只要林凡敢提出垄断钱庄的非分之想，暗中埋伏的御林军随时准备将其拿下。回皇上，微臣今日入宫，正是为了将这满城财富尽数上交朝廷，还于黎民。你说什么？你要把家产上交？林凡，你可知你现在的身家几何？那可是能买下半个江南的财富。微臣知道，皇上，微臣出身农家，微臣见过平阴县的百姓因为交不起田税，见过风雪天里孤苦无依的老人冻死在街头。微臣用红甲虫、用盲盒、用香水赚来的钱，是从这天下的达官贵人、富商巨富手中赚来的。财富如果只是堆在库房里发霉，那它就是一堆无用的废铜烂铁。微臣以为，真正的商业最高维度的降维打击，不是打垮同行，也不是富可敌国，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天下大同。微臣斗胆，恳请皇上恩准，微臣愿下所有产业的80%利润，永世剥离，成立大前第一家由朝廷背书、民间运营的大前全民慈善总会。慈善总会，那是什么？那是微臣要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州县建立免费的养老院，凡我大前子民年过6旬且无儿无女、孤苦无依者，皆可免费入住。微臣会用温室大棚给他们提供最温暖的住所和新鲜的蔬菜，保证他们衣食无忧，并聘请最好的大夫为他们免费诊治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微臣还要在全国各地建立慈幼局与免费义学，凡是大前的孤儿，慈善总会全包了，给他们发统一的棉衣，让他们吃饱饭，甚至花钱请教书先生，让他们免费读书识字，学习农桑百工之术，佑我幼以及人之幼。我刚才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林凡要图谋不轨，现在看来，林凡这是要用一己之力去完成历代帝王、历代圣贤始终无法实现的天下大通之局啊！你赚这么多钱，竟然是为了那些最打层的平头百姓？皇上，科技和商业确实可以强国富民，但只有善良和底线，才能让一个国真正变得伟大。微臣不想做掌控天下命脉的金融巨头，微臣只想用微臣赚来的这泼天富贵，在这个古老的时代，点燃一把大爱无疆的火炬，让大前的每一位老人都能安度晚年，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看到未来的希望。这才是微臣心中最完美的海晏和亲的盛世。好一个大爱无疆，好一个天下大同。朕有林清乃大前之幸，天下黎民之幸。你用商贾之道行圣人教化之举，朕远不及你。传朕旨意，即日起成立大前慈善总会，由林凡担任最高总会长，总会所有用度免除一切赋税。朝廷每年再从国库中拨出300万两白银，全力支持林凡的养老院与孤儿院计划。朕要加封林凡为大前第一儒商，赐太傅衔、太子少保，见君不贵，赞拜不明。3年后，大前朝的版图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有饿殍遍野，不再有冻死骨，养老院在各大州县拔地而起，一群老人穿着厚厚的棉衣，坐在玻璃大棚下晒着太阳，下着象棋。咱们能在这儿享清福，全靠林大善人啊！曾经流落街头的孤儿，如今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手里捧着书本，整齐端坐在免费义学里学知识。哥，你现在可是天下第一大善人，连皇上都对你言听计从，怎么还自己动手烤着虫子吃呀？首富也好，太傅也罢，走得再远，也不能忘了咱们当初是怎么在这乱世中活下来的。我只是用最朴素的现代常识，用一份想要守护家人的初心，最终守护了整个天下。